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70岁是老化的分水岭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享受充满活力的晚年生活的关键；第二，延缓衰老的70岁生活的3个建议；第三，关于70岁与医疗保健的互动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享受充满活力的晚年生活的关键。在讨论70岁这个年龄段时，我们会发现，现在的70岁人比以前的70岁人显得更年轻、更健康、更有活力。根据作者的诊疗经验，现代70岁的人比以前的70岁人年轻约10岁。例如，1980年代时，大约10%的65至69岁的人无法正常行走，而到了2000年，这一比例已经减少到2%至3%。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饮食和生活条件的改善，使得成长期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改善，从而延长了寿命。此外，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显著减少了结核病的死亡率，这进一步提升了健康水平。在过去，日本人的饮食中蛋白质的摄入量不足，导致了免疫力较低，而现在，充足的蛋白质摄入提高了人体的免疫功能，延长了平均寿命。男性的平均身高也在1970年代突破了170厘米，这表明身体状况的改善。在国际上，芝加哥大学的老年学教授指出，从60岁半到70岁半的年龄段被称为年轻的老年人。在1974年的数据中，人们在75岁左右时，体力和智力功能与中年时期并无太大差别。然而，当人们超过75岁后，认知障碍开始显现，需要护理的人数逐渐增加，因此这个年龄段被称为老的老年人。从1990年代开始，日本70岁左右的老年人在智力、体力和内脏功能上与中年时期的差异减少，许多人能够继续过上类似工作时期的生活。这一趋势表明，70岁是中年时期的延长阶段和活动期的后半段。即使到了80岁，许多人仍能保持活力，享受与工作时期相似的生活，这让我们有机会好好享受退休生活。然而，随着医学的进步，我们的寿命虽然延长了，但不能完全避免衰老。虽然克服了结核病，未来可能通过干细胞治疗等技术延长寿命，但大脑的老化依然无法避免。研究显示，超过85岁的人群中，几乎每个人的大脑都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型认知症的变性，这表明大脑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。因此，70岁是人生最后的活动期，保持身体和大脑的健康至关重要。现代抗衰老医学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，并减缓外貌的衰老。但接受自然老化的过程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努力保持年轻的大脑和身体，将对80岁后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如果能接受自己的老化过程，并以真实的自己生活，将会更容易度过长期的晚年阶段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延缓衰老的70岁生活的3个建议。为了在70岁后保持活力，本书着重介绍了3个关键建议：一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退休；二、预防老化的最好药物就是工作；三、如果想要长寿，就不要节食。首先是第一个建议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退休。随着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雇佣政策的实施，年长者有机会继续工作。然而，70岁左右的人可能会选择退休，将店铺交给他人，之后过上悠闲的生活。这种情况在老年话题中经常被讨论，但许多人在退休后没有考虑好活动的安排，突然停止所有的活动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加速模式。长期坐在办公桌前的工作虽然看似很少活动，但实际上需要身体活动、知识性思维和交流。如果退休后只是待在家里，没有这些活动，运动的功能会下降，认知症风险也会增加，特别是大脑的前额叶，负责创造力和应对意外情况，其功能丧失会导致动力下降，生活变得懒散。
减少日常活动会加速运动功能和大脑的老化，甚至在外貌上也会显得无精打采。因此，退休前应提前规划退休后的活动，避免退休后懒散的生活变成习惯。前额叶的老化从40多岁开始，70岁时意愿下降更加常见。为了延缓老化，开始新工作是一个好的选择，不仅对经济有帮助，还能让自己保持活跃。退休后重新就业或参与其他社会活动，如担任社区职务、参与兴趣小组、志愿活动等，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。总之，保持与社会的联系，继续兴趣爱好或社会参与，是保持活跃和年轻的秘诀。进入70岁时，保持活跃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。接下来是第2个建议，预防老化的最好药物就是工作。我们已经讨论过工作如何延缓老化的效果，这一点可以从一些统计数据中得到验证。以长野县和冲绳县的平均寿命和老年人就业率为例，来解释这一现象。首先以长野县为例，尽管该县过去的平均寿命在全国排名较低，但自1975年男性寿命跃升至全国第4位后，该县在1990年代开始多次位居全国第1。在女性方面，即使年纪增长，也在2000年成为全国第1。2015年的数据表明，男性的平均寿命为81.75岁，排名第2位；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7.67岁，排名第1位。长野县的长寿原因被认为包括昆虫饮食文化，如蚕蛹和蜂蜜、山区地形、促进步行等。然而，作者认为长野县高龄者的就业率是主要原因之一。同时，该县的老年人人均医疗费用为全国最低，说明健康的老年人对医疗系统的负担较小。再看一下冲绳县，冲绳的女性长寿，而男性寿命在全国排名第30位之后。可能的原因之一也是高龄者的就业率。冲绳县男性高龄者的就业率在全国最低，而女性中有些人从年轻时就是全职主妇，年长后仍可能继续从事家务工作，因此活动水平没有显著下降。就业率对寿命的影响在女性中可能不如男性那么显著。即使到了70岁或80岁，人们不必以年轻时相同的工作方式来工作，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帮助他人，为社会做贡献，仍然很重要。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可能无法再获得年轻时的成就，但通过工作为他人提供帮助是值得赞赏的。老年人不应仅以收入或成果来评价自己，而应重视参与社会和为他人做出贡献的能力，即使是一些小事情也有其价值。接下来是第3个建议，如果想要长寿，就不要节食。虽然许多人认为节食减肥对健康有益，但实际效果取决于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年龄。现在，当人们在代谢症候群筛查中被诊断为稍微超重时，通常会接受生活习惯改善的指导。但作者认为，除非出于疾病需要进行饮食限制，否则在年老后进行减肥可能会增加突然衰老的风险。尤其是在70岁之后，减肥应当被谨慎对待。在宫城县进行的一项涉及5万人的大规模调查中发现，相对较瘦的人比稍微丰满的人会早逝6到8年。调查还发现，寿命最长的人通常是稍微丰满的类型。这一结果与美国国民健康和营养调查中的长期追踪研究相一致。该研究表明， BMI 在25到29.9之间的稍微胖一点的人寿命更长，而 BMI 低于18.5的瘦型人群的死亡率是前者的2.5倍。然而，在日本， BMI 在25到30之间的人被视为肥胖，通常会被建议减肥。据统计数据显示，这种减肥实际上可能会缩短寿命，因此当进入70岁时，应当避免进行减肥，而是关注营养摄入不足的问题，尤其是蛋白质摄入的不足。这种不足会加速老化，影响免疫力，增加疾病的风险。如果胃口不好导致进食困难，那是无可奈何的。但如果身体健康且喜欢进食，
那么不必过于强迫自己克制。总体而言，虽然要控制体重以避免过度肥胖，但不应以代谢症候群筛查的标准为唯一准则。稍微丰满一点的体型实际上可能更有利于健康，而过于苗条的身材可能会缩短寿命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关于70岁与医疗保健的互动方式。请大家记住，医生主要专注于各自领域的器官健康，他们的建议不一定对长寿有益。例如，心脏病专科医生可能会建议降低胆固醇，因为高胆固醇会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。然而，降低胆固醇过度可能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，从而增加癌症的风险。综合研究表明，较高的胆固醇水平与较长的寿命有关，因此盲目跟随单一医生的建议可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。医生的建议通常基于他们对特定器官的专业知识，但在70岁以后，我们身体所有器官的功能都会下降，因此仅依据医生对某个器官的建议，可能无法全面改善整体健康的状况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听从医生的建议前，应考虑以下几点：一、综合评估。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，新的研究和数据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健康的理解。例如，曾经被认为有益的人工黄油，现在被认为对身体有害。因此，基于实际情况的统计数据和长期跟踪研究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。二、信息收集。除了医生的建议，还应参考其他来源的信息。例如，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的柴田博士在高龄者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。他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长寿的宝贵数据，借鉴长寿者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，可能更有助于延长寿命。三、医生选择。选择医生时，应考虑其经验和诊疗风格，尤其是老年患者，应选择有丰富老年患者诊疗经验的医生，他们能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老年人的健康问题。如果医生的建议让你感到不适或疑虑，坦率沟通并寻求解决方案。如果医生坚持自己的诊断而忽视您的实际情况，可以考虑更换医生。四、生活质量。理想的医生应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首要任务，而不是单纯按照教科书上的诊断进行治疗。医生应提供全面、个性化的建议，以确保患者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。总之，无论年龄多大，选择医生时应注意医生的经验、态度以及是否能理解并解决您的实际健康问题。保持开放的心态和主动的态度，寻找能够提供全方位、个性化健康建议的医生，将有助于您实现健康长寿的目标。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您做出明智的健康决策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